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我们来讲神机妙策。那么，身为第一批白老鼠，来说一下我对神机妙策的看法。那这一次我玩神机妙策，讲真的，我对这个地图的评价其实还蛮高的。那么，首先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地图的时间表，这里就要特别感谢排骨这么用心去做记录。那这个时间表是根据我自己王国打的时候的情况做记录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们的王国完成任务的时间比较快的话，可能那个时间会稍微快一点点。不过就算怎样差距的好，时间应该不会相差太远，最多就是1天而已。严格来讲，这个地图只要在关期开放之后，后面都是会很忙的，前面就比较悠闲一点。这个时间表上面绿色就是关卡开放的时间，还有关卡是开放哪一个。那你们可以看到是开放关卡4。那么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之前做的地图介绍的话，其实关卡4就算你赢了或者是输了，其实影响并不大的，顶多就是会少了2个驻地技能。但是这个只限制于前期而已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关卡4外面其实有连接关卡8。不过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讲。那关卡4开放之后，我们打完就要进入关卡5。进入关卡5是完全没有事情做的，但是也不表示说你们不用做任何东西，你们还是需要把旗帜给建满，因为还是会有影响到后面的发展。到了关卡6基本上是打温泉而已，所以也是一样会比较优先。但是只要关卡7一开放了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这边你们要特别注意。那我们从时间表上面看，从我们进入地图到关卡7开放的时间过了差不多20天左右，也就是说20天之前除了关卡4之外可能会比较无聊一点，但是20天之后就真的很忙很累了。那么关卡7这边稍微给大家一些小提示啦，其实关卡7只能里面的王国获得而已，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外面的王国是拿不到的。举个例子，我这一次的王国是在木阵营，但是我们只是拿一边的关卡器拿右手边的，但是左手边没有拿。可是这个关卡器是属于我们拥有的，而且它是半开放的状态，所以旁边的光阵营或者是火阵营他们是没有办法从这里进入的。这一点对于中间阵营的王国会比较友善一点，毕竟我在之前有说过中间阵营是比较困难一点的，他们不管是走左边还是右手边的绿色区域都只有拥有一个门口而已。但是角落的王国，比方说光阵营跟火阵营，他们都是拥有2个关卡器，都是在同一边的。但是你们也不用太担心，如果你是中间阵营的话，会不会建旗帜不够快，而导致你没有办法拿下这个区域，而让敌人毁掉你的旗帜。在我正式打关卡器的时候才发现到这一点。那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截图，不管你是上面还是下面阵营，只要你是在中间的阵营，在你们的关卡器旁边都会有一道墙。在我看了近期这么多地图里面呢，这个地图算是比较有脑的设计了，最没有脑是奥尔良之围，就是因为这道墙可以帮中间的阵营拖延时间。那我的王国是以这道墙来做防守线，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要塞是从这里建出去的，可以帮中间阵营拖延时间，尽快的建旗制到关卡9。并且在这道墙之前，你们可以看到前面也就是中间呢还有一条河，这条河也会起到保护效果，拖延时间。除非我们的敌人，也就是你们现在看画面上的红色旗帜，他们用翻墙的方式翻过去。不过你们也看到了，就算他们翻墙过去，还是有一道墙挡着，也不至于让中间阵营这么辛苦。并且你是上面或者是下面的中间阵营，并没有跟对方，也就是上面或者是下面中间阵营合作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中间也有一条河。所以官方这一次的地图设计是真的比较多巧思。假设你是中间阵营，可能你跟光阵营、火阵营合作，但是你必须要打右手边的时候，这条河跟这道墙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，至少你们会拿下一个关卡9。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直接拿下2个关卡9，因为它河的位置呢其实可以拿下2个关卡9，所以在关卡7开放的时候就非常考验各王国的策略了。不过我感觉中间阵营都算是比较强的，因为我这一次的地图中间阵营上面跟下面都算是比较强的王国，所以严格来讲虽然只有1个关卡器，但是我觉得影响其实不会太大。关卡器半开放之后就轮到关卡8了，这里我就要讲一下关卡4的影响。如果你没有拿下褐色的区域，你的敌人就会从后面绕过去，而且你们要守的门口不是只有1个而已。你们可以看到画面，比方说我是木阵营，我除了要守左手边的关卡8之外，右手边的关卡8也要守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关卡4拿下褐色的区域的话，至少你可以不用去守着一个门口，反而你还可以入侵别人的紫色领土。
但是这个区域你没有拿下的话，就变成你两边都要守。假设你打不过敌方的话，有很大可能这个区域你就会丢失掉。但是这两个门口失守，丢失掉紫色区域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在之前关卡期开放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绿色区域，并且绿色区域是你拿下的话，其实严格来讲放弃紫色区域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就不能再泡温泉了。但是拥有了关卡9的进入权，还是有机会可以占领圣城。所以除了你的王国是真的烂到不能再烂，全部区域都没有办法守着之外，不管怎样还是有机会进入皇庭的。到了最后门口开放，原本是关卡9先开放的，但是官方在我们打到一半的时候就改了规则，关卡9跟关卡7同时开放。也就是说有很大可能，如果对方是已经入侵了你的紫色区域，他们就会从紫色区域开始入侵你的绿色区域，再从绿色区域进入皇庭。所以如果你们的敌人是真的很强的话，其实这个地图还蛮有看点的。不过也是这个地图最大的缺点，就是先锋王国很难匹配成功，除非官方他们之后改了规则，可以让一些先锋王国可以同时间匹配的话，或者是其他先锋王国他们都选择约战去报名这个地图，才有可能先锋王国匹配成功。还有就是这个地图前期会比较无聊一点，只有到关卡期后面会比较忙，也可以说关卡期后面会比较紧凑。关卡7之后，关卡8、关卡9到皇庭后面都是要打架了，所以在前期你们就要好好发育，打多一点野蛮人或者是城寨，获得更多的水晶，提升你的水晶科技，后面打仗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吃力。不过也是要说一下这个地图的优点啊，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兵法卡册严格来讲还不错，因为它不会像兵无常势那样子只有一个选择，你只能换饰品而已，而且那个饰品其实讲真的影响并不大，不是每一个玩家都需要用到这个东西。因为我之前也是有打过兵无常势，我是完全没有用到密室的，就算你是真的很喜欢密室效果，神机妙策依然还是可以选择密室的，也算是融合了兵无常势的元素。至于奥尔良之围就要看你的统帅，你的统帅并不是很多的话，又或者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搭配，就变成那个地图就不太好玩了，相对来说不太友善。但是这个地图的卡车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，只是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兵法而已。那我实际体验下来之后，真的觉得这个兵法选择呢是真的很看个人了，集结又不同，野战又不同，每个玩家需求又不一样，有些玩家能出到7队，有些只能出5队的话，选择性又不一样。但是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，如果是日常操作并不是打仗的话，这3个是一定要选择的。那采集的部分其实是有上限啦，我个人到现在录音为止呢是还没有到上限呢，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太懒惰去采集啊，所以还没有到上限。不过只要你勤劳一点，到了上限之后你就可以换掉别的。至于其他的，其实我比较喜欢后备的部分，比方说医院容量提升，但是这个医院容量其实讲真的，你的部队并没有6队以上的话是真的用不到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不用选择。反而你选择其他的，比方说治疗的费用降低，重伤变成轻伤，或者击败敌方部队之后就可以获得资源，这3个会更好。至于指挥跟交战就要看你们自己的需求，我个人是选择这样子的，因为可能有其他的玩家会选择不同的卡册，所以选择性也会不一样。卡册跟兵法其实你要更换的时候是有冷却时间，但是我讲真的，你更换的次数跟频率呢是真的很低的。因为要更换的话，你必须要把你全部部队都召唤回去你的城市，你正在开着集结也不行，所以多数的玩家都会选择固定用同样的兵法，不会一直长期更换。至于更换兵法的费用，你们真的不用太担心，第一次是免费的，在冷却时间更换是有收取费用的，但是你们也不用太担心，你们看我右上角，只要你平时有完成驻地任务是肯定够用的，因为它的冷却时间之内更换的话最多只能换2次而已，所以肯定是有足够的兵法点可以更换的。总结来说，我对这个地图的评价还蛮好的，没有像奥尔良之围这样子比较看重你的配置、你的统帅，也不会像兵无常势那样地图的分布会影响到你们 KVK 的表现。并且这个地图是有分 S、A、B、C、D 来区分，所以比较难会遇到一些很强的王国，比方说一个先锋王国，然后下面全部都是 BC 族的王国， CD 族只会遇到 CD 族，只有 S、A、B 王国会遇到先锋王国而已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如果有什么地方遗漏说错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